啊，同样一笔钱，你要买楠梓还是要买蛋黄区？蛋黄区啊，就是这样，我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还是要继续自产的话，选蛋黄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蛋黄它未来的重大建设也很多啊，陆陆续续呢，从2026明年开始就要陆陆续续落成了呢。以七贤一路的这个地方来说，它会吃到高雄火车站好的利多，然后它再往南边走一点，因为如果你在台积电上班，你要住七贤一路的话，你应该交通方式就是开车了。那以开车就会到的地方的话，它开车大概5到10分钟，亚洲新湾区对不对然后往北走一点的话，富邦凹子底 BOT 案也就是大顺一路跟博爱路的交叉的那一带。没有比较差。那以刚才我这样子讲圈出来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凹陷的地方是自由路。我刚刚讲那几条路你真的去对照 Google Map 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凹陷的地方会是自由路，也不是高铁特区高铁特区那都新房子，然后就贵起来了。然后自由一路、自由二路，没什么人去理它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就凹陷，然后又有黄昏市场，又有好事多，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就简单跟你分享高雄在地人闲聊，房市冷还是涨？那高雄5大热门热卖地段出炉，台积电生活圈领涨，这条路涨到48%，你家有上榜吗？先说结论如果你买在台积电旁边或是蛋黄区，房市冷不冷？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预算有限的装潢可以做什么，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5大热卖地段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就高雄5大热门交易地段，台积生活圈就占2名，这条路涨48%最凶。那内容是这样，根据高雄市地政局买卖转移动数的资料统计，5大热门交易路段出炉了。让我们直接看表看你家有没有在这上面，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从第1名念到第5名，那它的排序是按照转移动数来做排序的。第1名三民区民族一路，第2名楠梓区加昌路，第3名新兴区七贤一路，七贤七贤来第4名楠梓区后昌路这个就是涨幅最多的地方涨幅最多有很多啦，比方说那边有新案或是怎么样但就这个新闻的解读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就直接看它涨最多是怎么涨2024年的 H1 是 15.6 万2025年的 H2 就变成 23.1 万涨了 48.1%。那第5名是三民区的阳明路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房市冷，这些地方还是涨我们就来聊说，明明现在是房市超级冷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这几个地方的房价还是一直往上走？我们先来讲目前房价喷最快的就加昌路跟后昌路，这楠梓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猛？来看一下 Google Map 你就知道了。你看有没有这2条路根本就是台积电上班之路就在旁边而已对，所以它怎么样？它就不太受房市好坏的影响，它受半导体的景气影响还比较严重。这个就是在重大建设或重大民间投资旁边的威能就长这样只要你挑在这个旁边的话，房市再烂，那个就是你的支撑，你知道，你就是该涨，你还是必须要涨。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民族一路、七贤一路跟阳明路这3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热门区啦他们就老区那边人口就很多各种生活机能都很完善，所以就算没有外来的自产需求，他们本身的交易状况也本来就很频繁换句话说，房市冷，那你的房子是买在这种老区还是相当的安全因为你要脱手，这多的是人家要去接你不要开一个天价把它加就好了那市场热就更不用讲。最后我们来讲接下来的高雄房市这边先打个广告，就是我现在有开始在 YouTube 去做直播，我也不确定能撑多久，这个好累没想到那么累，馆长真的很厉害一讲那么久。那现在是暂定礼拜3晚上11点就是大家弄完小孩房贷一族弄完小孩有自己的时间那边滑手机的时候那因为 YouTube 官方就叫我要做直播，那我就来试试看这样
哦。如果要聊天的话，可以直接来这个直播聊天，来看热闹也行啊。如果你问我2025下半年的房市会怎么样，我未看先猜，继续忍，继续忍下去，因为大环境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川普的关税大刀就还不算它的成效有发挥出来，然后政策上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松绑的信号，所以大家都算很保守，先观望再说啦。但是这件事情啊是有机会会发生转机的，因为已经有信号出来了，松绑的迹象。来，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3大类房贷争议，金管会下令银行公会和国营总行成立单一窗口处理。他讲的3大类房贷是说首购、自住跟已承诺拨款就是现在被卡得乱七八糟的嘛那现在已经跟银行讲说，这个反正你就要放优先通关。我们接下来就要关注9月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会不会有持续的更多的松绑的信号。最差就是维持现状现在有多冷就是继续冷，就这样。那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再松绑一点，不是说房地产一定要暴涨还是怎样，是要回归正常。你现在一大堆我的那个观众朋友也都来抱怨说，奇怪，他首购又自住还是照样要排队4个月5个月等那个贷款。那就是至少是怎么样，至少是不动产的放款，银行端这边看能不能做一些，就依照政府的指示去做配合，让市场恢复正常一点。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2025的下半年买哪一种房子是最保值的呢？ A. 重大建设旁边， B. 老区蛋黄区， C. 包装子区。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几条路啊如果真的我要来买的话，我会买哪里我再帮你复习一下就是讲了5个地方：楠梓的后仓，然后楠梓的加仓然后正市区的新兴区的七贤一路，跟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三民区的阳明路。如果我真的要做的话，我会想要坐在哪边以这5个选项来说，就是七贤一路我自己的看法就为什么？就蛋黄啊，蛋黄是反正就天塌下来了，有其他人顶着。我是蛋黄区的中古屋真的是没什么大的状况。蛋黄人口多，然后好出租，租金也能拉得高。
如果你现在突然买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哈，比方说很有潜力的从化区，但就不是现在嘛，那你光出租你都很麻烦，而且一个案子一交哇，200-300户一起在租，租金就被打得乱七八糟，然后大家都还不好租因为没有人口过去啊。那要求稳健的话，还是选正市区会比较理想七贤一路，其实七贤一路跟民族一路这个接在一起，几乎是接在一起的所以未看先猜，这个都是怎样，都是要通勤到楠梓去上班的需求才会跑出来。那你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去？就我没跟你讲说去自产楠梓或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就台积电的收入，它应该会想要往市区去挤。就一个人活在地狱里就好了，就那个劳工自己在那边住公司的宿舍，不然就附近学生套房租一下，就洗澡睡觉而已。然后家人还是都会自产在市区。为什么？学区啊，学区有差很多啊所以还是正市区蛋黄区的威能一样他自己想说，没有，我们就住楠梓还不错离公司上班很近。他老婆就要跟他吵了，不要，我们住蛋黄，我们住正市区才有对小孩子好的学区，才有什么的那个同学怎么样都素质都比较好。没有人讲这些，没有啦。其实那个老婆想要逛百货公司啊，就这样，有一个人活在地狱里就好了就是那个老公，就这样啊台湾男人嘛，就负责一肩扛起，然后就把家里就照顾得好好的。那老婆小孩住在蛋黄会比较理想吧？怎样想都比较理想吧？比较理想就会造成说他们就会一直同样一笔钱，你要买楠梓还是要买蛋黄区啊就是这样，我是这样子认为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还是要继续自产的话，选蛋黄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而且蛋黄它未来的重大建设也很多啊，陆陆续续呢，从2026明年开始就要陆陆续续落成了呢。以七贤一路的这个地方来说，它会吃到高雄火车站的利多，然后它再往南边走一点，因为如果你在台积电上班，你要住七贤一路的话，你应该交通方式就是开车了。那以开车就会到的地方的话，它开车大概5到10分钟，亚洲新湾区对不对然后往北走一点的话，富邦凹子底 BOT 案也就是大顺一路跟博爱路的交叉的那一带。没有比较差。那以刚才我这样子讲圈出来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凹陷的地方是自由路。我刚刚讲那几条路你真的去对照 Google Map 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凹陷的地方会是自由路，也不是高铁特区高铁特区那都新房子，然后就贵起来了。然后自由一路、自由二路，没什么人去理它的感觉所以这个是就凹陷，然后又有黄昏市场，又有好事多。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就简单跟你分享反正我就是要一直蛋黄就对了啦。你看我的目标，老了有房也有钱到时候你的房是想要房在哪里？当然是蛋黄区啊，怎么会说我那时候我30年前我去买了一个从化区，然后那从化区好像有落塞，到30年后当初买是很便宜啊，就是便宜才要买那里的嘛，然后到现在发展也还好，我们就不想要这个结果，你知道，老了有房也有钱那就拿正市区的中古屋等到我老了，它的屋龄也会超级高，没有错到时候会直接发散出很多有的没的剧本就这样，会有很大的利多啦。比方说，对不对？都更嘛，你都更一跟下去那就爽了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希望我的房在蛋黄区因为它可以开启太多有的没的想象空间，然后租金的收入投报又高，屋龄老没有关系啦，你自己去看591租屋。租屋里头，你可以选你要套房、独立套房、整层住家什么有的没的请问它有一格让你选屋龄吗？没有啊，对啊，所以租的市场现在看屋龄真的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自产收租而已所以推荐蛋黄就这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
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